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世雄。本期视频我们终于把目前国产最火的两台三缸仿赛拉在了一起，分别是绅士的703双 R 和春风的675 SR。绅士703双 R 依然由全球首位车主热心赞助，而675 SR 是我从杭州的车行租赁过来的。今天算是一个深度的体验，因为我们骑乘的公里数已经超过了200公里，既有乡间小路、城市道路，也有比较直的可以开得比较快的省道、国道，最后还去跑了一个山，很接近我们广大摩友日常的一个使用工况。现在挺有心得的。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把两台车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先从声浪开始吧。两台车的声浪，您更中意哪一台？春风呢更加绵密和浑厚，703呢更加炸裂和暴力一些啊。那今天既然对比两台车啊，我们先叠个甲，我们是来对比的，并不是来对立的。希望通过我们两个换成一个比较深度的体验，来发掘一些两台车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对您的购车选车能有那么一丁点的帮助啊。能力很有限，水平很一般，我静心拍，您休闲着看就行了。我们先来展示一下两台车的骑乘三角啊。首先来看一下春风675 SR 的这个坐高是795的版本，我今天身高170，臂展170，翻后体重75公斤。我坐上来的话不能做到全脚掌着地，但是差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座位是比较靠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和手把距离是比较远的。那么握把的话，上半身已经比较前倾了，而且脚踏位置是比较高的，整个骑乘姿态是比较战斗和竞技的。长时间骑行啊，那种舒适性是差点意思的啊。不过激情澎湃的感觉是更浓郁一些的。那么703双 R 的坐高，这版车主加高了坐垫，来到了820的坐高。那么我跨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双腿自然垂直的话啊，只有前半个脚掌一点点能够着地了，对吧？然后脚踏位置没有春风那么高和靠后，腿部弯曲也有一些运动和竞技的感觉啊。握把的话，上半身只有一点的前倾，它的手把位置是比较高的，而且胯部和手把的位置没有特别远，整个骑乘姿感觉就是比较接近街跑，在运动车型中间的那个档啊。好，我们也有请我们703的车主来上台展示一下，他的身高是188，大家可以做一个参照啊。我觉得画风还好了，就显得这个车和我比较娇小啊，但也不会说像骑狗呀很夸张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两台车的整体体量感，毕竟排量已经来到了700这样的一个级别，我觉得对于180几的同志来好还是比较友好的啊。那么来看一下703它跨上去的感觉啊，两个车的体量其实看参数差异不大，但是视觉呈现上可能703做的平直的线条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从侧面看起来703略微比675会大那么一丢丢啊。那我们170和将近185、190两个身高展示就到这里啊，您可以根据您的身材来进行一个选择和对比。好，那我们身材的部分就看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坐垫的软硬啊。首先来看703的油箱和坐垫的切角不是特别的平直啊，然后坐垫的这种感觉有点防水的那种质感啊。主驾驶海绵填充啊，软硬程度还不错，特别是这个820的版本啊，比790的那个要好不少。然后后坐垫就类似于驼峰了，非常的硬朗的这种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春风的这种表现啊。春风的切角很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但好在我今天一天骑下来200公里的一个行程，我并不觉得它是会对华世雄的照顾欠佳呀，或这种感受啊。它的海绵填充感觉还要更软一些，而且皮质的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它的后驼峰比703还硬啊，还硬。这就不是一个坐垫，确实是一个驼峰啊。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简单的过一下，因为这两个车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大家对它的外观也有一个消化和接受了啊。春风的整体线条比例都挺流线型的，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家族化的那种设计语言啊。那槽点当然也有啦，比如说你看这个三缸发动机这里很空，还有车架的这个部分啊，这个精细感是比较少的，对吧？还有那个回压包啊，这是大家吐槽的内容。春风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体周迅啊，细节就看起来有点王迅的感觉了啊。整个漆水啊，还有塑料件啊，还有装配工艺其实都是不错的，而且春风设计上
还是比较克制的啊，比如夸张那种定风翼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用啊。然后转向灯、反光镜一体的设计，两车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大家喜欢的内容嘛啊。前脸的部分啊，这个回旋镖的大灯，有人喜欢，有人吐槽，但不管怎么说，这辆车骑出去，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春风的车。我觉得这是工业设计、外观设计、服务于品牌宣传上非常成功的一点了啊。整体看这个车身的流线型啊，还有车身姿态，我觉得都有运动车型的那种风范了，对吧？啊，尾部翘得很高啊，但是春风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的配件已经来了啊，比如说这种短尾的设计啊、驼峰的设计啊，这些都已经跟上了，这是可能大厂的底蕴吧。尾部设计啊，这个宽的尾灯啊，有人喜欢就集成在一起，有人喜欢，有人吐槽，我觉得还行吧，对吧？啊，然后减震、后减震直连的结构啊，曾经还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番讨论啊。但我今天骑行下来的感觉其实还好了，对吧？啊，那么动态部分我们等一下两车换乘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对比啊，整体的线条，还有包括这一版的颜色啊。当然这个坐垫其实我更喜欢黑色深色那个感觉啊。那第一视角春风肯定是更加好看和精致的，不管是三星连版这种铝合金的颜色，还有它这种仪表，对吧？整体看下去就非常的饱满，有一点高级感啊。当然它没有无钥匙启动啊，我们来量表看一下。那这块表就是春风非常实力的一种展现呢 UI 分辨率，对吧？还有反应速度、帧率。看起来目前来说都是你可调的问题不多，对吧？算是国产最强，甚至没有之一啊。接下来看正面亮灯的一个效果，日间行车灯亮起来，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辨识度上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大家对这个前脸的设计能打一个多少分？满分100的话啊，大家觉得能打多少分啊？其实放在这里看，我大概率会换掉这个风挡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绅士703的外观啊，其实也是3句话总结，对吧？侧面范冰冰啊，整体李冰冰第一视角就贾冰的感觉啊。它的设计重点一定是它的侧面一体压铸的铝合金的这个双阴梁的一个车架啊，尺寸非常大，颜色非常的醒目。你看配的这几个版花，对吧？都会凸显这个车架确实好看，很享受。你包括铝合金的这个后摆臂，对吧？然后他自己宣传的多连杆的减震还有回压包涂黑色的，对吧？防氧化的这种涂漆，那都是他用心和为消费者考虑的地方啊。那槽点也有啊，比如说这些装饰件，还有这个警示灯，对吧？这个警示灯我之前 get 到了，它就是为了在晚上的时候亮起来，把你的视线重新拉回到车架这个部分。这点小心思，大家觉得我判断有没有道理啊？从前方45度看，绅士703非常的漂亮，整车风格非常的尖锐啊，有很多像针扎的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种视角啊。当然有人说这个尾部造型有点翘的有点过高，然后它的挡泥效果也非常的一般啊，但是它肯定是一种视觉领先的一种考虑了，对吧？希望后续的话可以增加一些后市场的件来帮大家改善这种问题嘛，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多连杆的后减震啊，你包括这个上面涂了一些拉花英文字母，有的人说，哎呀，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但它都是可以抠下来的，可以 DIY 啊。其实这个版花后期 DIY 的空间，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对吧？这个反光镜有点像雅马哈的那种气质啊，它的头灯，包括大家说这个大灯有点像射灯那种，我刚开始看也有点觉得突兀，但是后来慢慢适应了。我觉得这个前脸的攻击性啊，包括这个冲压进气的这个口子结合起来，配上这个红色的版花，看着还是挺凶的啊。那第一视角一般啊，说实话真的一般。这个连版有人喜欢，这个就不说了，因为它主要问题就是它的按键，大家可以看一下，卡损啊、缝隙是比较大的，还有这块仪表，对吧？这个仪表我们已经吐槽过很多次了，那就是 UI 确实一般，然后反应速度稍微有的时候有一点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703F、703啊，还有368系列，你怎么能都用一个 UI， 对吧？这个当然好在新的 UI 已经在路上了，是吧？我们看一下车头的部分。翘起有弧度的这个反光镜啊，有点像动物的触角，包括这种分裂式的大灯啊，其实是日间行车灯，都有点仿生学的意思啊，也不知道绅士会不会延续自己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啊。当然两个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国产的3缸发动机，它们的能力属于同一个级别，都是100匹左右，0-100 3秒多的一个成绩嘛啊。它们的发力特性骑起来的感受，我们动态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纯粹外观的话，我更喜欢黑色的这个版本啊，还有一些配置非常接近或者类似的，比如说都用了西湖的卡钳，那么日常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减震啊，比如说前减都是支持全段可调的，只不过品牌不一样啊。绅士703双2搭配的前减震是由马祖提提供的，支持全段可调。你别说，还挺有韧性和高级感的，是我喜欢的运动风表达的那个类型啊。春风的前减震是由 KIB 提供的18段可调。
卡钳下面有个导流罩，但这个东西啊，其实形式大于内容，外观键。然后他们的后减震啊，春风是直连的一个节奏，而703双 R 采用的是多连杆的一个结构，对吧？啊，骑行起来我感觉有细微的差异，但是95%的情况下，我其实自己也是感觉不太到的啊。轮胎配置也有差异啊，春风采用的是正熙提供的 S3N， 然后绅士703采用的是米其林的 Power 6啊。然后我觉得今天天气状态都很好，然后这两套胎抓地性能呀，包括我们去跑山，感觉支撑给到的信心都是挺足的，对吧？然后说一下，春风是传统的锁芯钥匙，而绅士703它是有无钥匙启动的，可以跟手机 APP 进行一个互联，对吧？总结来看，外观部分虽互有胜负，也都有各自拉胯的地方啊，但都代表了目前国产仿赛这个车型比较高超的设计和制造水平。我们先说春风啊，其实它的设计很难的，因为要做传承嘛，有自己家族化的设计语言都要应用得到，你开出去就要一眼认出来这是春风的车，它整体的流线型啊，还有整体车身比例姿态把控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到位的，而且还很克制。那么作为绅士第一款跑车，它要确立自己的设计语言，显然它选择了一个富有攻击性比较尖锐的视觉冲击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视觉呈现上703双 R 会更大一些，配置丰富，绅士更有诚意。目前官方推出的改装件675要领先半档，而且春风作为国际大厂，它的调教水平更多人会期待一些。那么两台车骑起来究竟如何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骑行吧。我们先说一下车况，绅士703今年跑完就1000公里了，500公里的时候解线也去做了保养啊，目前没什么问题。那675现在是1500公里，车行的车之前也做过保养，所以两台车的车况还是很好的。我们今天骑行累计每台车都超过了200公里啊，走了国道、省道比较能够开得快、直的这种好路。后面也去跑了一下山，感受了一下车辆在这种山路里边骑行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也遇到了城市工况或者乡间小路比较堵便秘的那种感觉了，是吧？啊，所以整体体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我们上来先说一下动力水平啊，两台车0-100加速都是3秒多的一个成绩，网上有很多大神都已经做过了，对吧？我可以这样说，在200以下，两台车的加速体感还是比较从容的，有那种中大牌给你的信心和底蕴啊，但不要提什么公升之下，这两台车的后程，特别是超过了140、150以后，那和真正的公升级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对吧？简单说，那种起飞的感觉是没有的。不过如果您是一个进阶上来的选手，相信这两台车的动力水平都可以让您肾上腺素飙升，感受速度感给你身体上那种愉悦啊。而且这两台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都还可以啊。我们今天因为是交换骑乘的，并没有出现网上比较恐怖的那些画面，一路上给你的信心还是挺 OK 的。你要硬让我说的话，703双 R 的稳定性要略好于675轴距还有拖曳距给你的那种感觉，那种车的作动明显会更贼一些啊。当然也许它在山路里的表现会更加趁手一些，也是这两台车风格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长时间骑行下来，703明显更舒适一点，它的骑乘三角更加接近街车的那种风范啊，但是它的发动机发热量和声音噪音会更多一些啊。怎么说呢？耳朵不太享受，但身体比较放松。那675是翻过来的，骑姿很战斗，但是它的发动机啊，这种线性绵密，还有发热量以及振动抑制明显要做得更好一些啊。动力调教方面完全是两个风格的啊。比如说675啊，我们先聊春风，它的前段油门行程有点长，但是非常的线性和细密啊，就是骑起来很丝滑的感觉。在春风自己的跑车体系里头，油门调教做的也是最好的类型了，甚至没有之一，对吧？特别对比什么早些版本的450啊，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把转速拉到6、7千、7、8千起步的话，那谁骑703谁就遥遥领先啊！我正常的这个1、2千转起步，然后换挡的话，基本上是追不上703的啊。它这台车的动力真的需要转速打上来以后，我们都骑到100以后再进行 PK 的话，那是有的一打的。如果这样模拟日常骑行的话，感觉永远在追它，而且永远也追不上的感觉，马上要追上了就红绿灯了。所以这是它车辆调节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明白有人他就喜欢这种
丝滑柔顺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是啊，所以两台车仅以它的动力表现、发动机的出力特性，还有它们油门的标定而言的话，其实春风675S啊更接近一台4缸车，开起来很丝滑，你很享受，包括声音听起来也很细密啊。然后绅士703双 R 的话，有点像暴力双缸车那种感觉啊，很直接，动力给的响应啊都很灵敏、很敏感的，真的是两种风格不太一样啊。然后我感觉675S啊，其实是它对于骑手那种要求而言，如果您是一个进阶上来的，对于它适应时间的话要更短一些，我会感觉这台车会更好骑一点。当然你要刨除掉一个身材的原因啊，因为它的骑乘三角还是比较战斗的。那我们今天骑下来，基本上是上山我骑703，下山我骑的675啊。我从703下来以后，会明显感觉703这个车啊好好骑，你知道吧？油门又好控，然后你精神那种紧张程度也不用像703给的那么多啊。整个加速的体感过程，你会觉得你对它的掌控力会更高一些，对吧？啊，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一直在下山嘛，这个骑乘三角又很战斗，你知道手腕还有脖子真的是很累啊，比703要累出好几档，对吧？然后这个车我体验下来，感觉它的快排要比703的快排更加的丝滑一点点啊，然后它对转速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后震油门一直给的话，车辆对你的那种身体反馈啊，明显作动会更小一些。春风的离合手感很轻，结合点也比较清晰啊，然后我们自己拉离合换挡的话，档位的行程也比较短啊，吸入感也还行啊，就是机械的那种清脆的声音会略少一点，整体感觉就是比较轻柔啊，好掌控啊。但我自己可能因为骑了703以后，我可能更喜欢那种比较稍微厚重的一点表达了。然后车辆的减震我们也来聊一下啊，两台车的减震我觉得都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都很强调运动性能的一个表达，而且它们俩都是可以调节的嘛啊。然后它们的直连和多连感，我觉得在一些工况下，其实我可以骑出一些差别的啊，比如说快速通过连续的那种减速带，大概我骑到有个80、90、100的时候，你会觉得春风这个直连的结构，它会把本来应该你心里没有预期到一些东西，车辆的那种路感反馈也反馈给你啊。你要让我选的话，我当然也喜欢多连感那种表达，但是春风这一套调教其实是很有功底的啊，大家骑过以后就我相信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啊。我挺享受骑675这种感觉的，你知道吧？啊，它可以骑得快，也可以骑得比较休闲。然后我们来说一下703啊，703就是一个精壮小伙的感觉啊，你骑上来以后，你就要适应它，然后你要驯服它。当你完全能够掌握它的脾气以后，你就感觉这个车啊嘎嘎的爽，对吧？然后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跑这个山，然后我骑703第一次这样深度的来体验啊，它的前段就是油门行程啊，没有任何的虚位，非常的敏感。我骑703下来，除了要骑到非常快的情况下，基本上一路都只用到1/3的油门行程就可以了。而且在跑山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要琢磨它的转速怎么样会骑得比较顺畅，所以我觉得它对骑手的那个适应时间和要求其实要略微高了那么一丢丢啊。然后发动机直接给你的这种感觉就很接近双缸车啊，所以如果您的性格是你知道比较外放型的啊，然后又喜欢这种激烈驾驶，又可以给到你非常爽快的那种回应的话，那703一定是一个更好玩、更讨喜的车型啊！而且它的车辆配置是完全可以支撑发动机这样的出力特性和这个油门调教的，比如轮胎的配置、减震的调教，以及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体式的一个车架。给到这种车身刚性，让你在进山操作的时候信心还是非常充足的。虽然他脾气比较大，性格比较直爽但你知道他并不会乱来知分寸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车骑得比较顺，你跟它的相处时间就会来得比较长一点啊。然后减震的话，我通过一天的骑行，我150斤的一个体重，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硬了，但这是一个原厂的状态下，因为它可以调节嘛，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整。离合的手感适中，比675略重一点快排1进2有一点闯动，整体还是比较平顺的这台车你掌握了以后，就是可以给你带来欢乐的那种车型，你骑了还想骑有一些小问题瑕不掩瑜。今天通过深度的体验，两台车的差异我们是骑出来，但你说差距能力很有限，确实没有什么太深刻的一种表达当然对于一台仿赛来说，圈速固然非常重要，但也不是所有的衡量标准嘛。你比如说日本什么雅马哈呀、川崎杠6 R6，还有本田 CBR 600，他们每天都在战斗驰骋赛场，今天你赢，明天我输，对吧？也没见他们的用户群体或者用户直接要去上吊的，对吧？所以这两台车有差异，你买自己喜欢的就 OK 了，对吧？好的，那我们下来就采访一下车主，看他当时的选择。好，节目的最后，我们热烈掌声有请703双全球首位车主因为我们这几期节目真的离不开人家的热心赞助顺便我们问他们几个尖锐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掌声有请。
你看着有点紧张呀，兄弟。是有点。大家好，大家好。好的啊。那我首先问一个题外话，你为什么要站在675的旁边？想拥有，喜欢想拥有。好，这样的啊。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算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体验嘛，对吧？两台车也交换的骑行了一下。那我有几个问题简单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703全球首位车主，注意是全球首位车主啊。那么今天通过一天的比较深度的体验，春风675S 啊，你对它的整体评价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它的发动机的运行品质比较细腻，然后整体的油门比较线性，很好骑，很好骑，就是很适合新手进阶啊，进阶对，相对来说比较好骑这个车，然后外观也还不错。你对它的外观也是比较中意的。对，外观的话，整个流线型很漂亮，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对，作为一个绅士703的全球首位车主，在这里赞扬675的外观，我觉得这就格局。这就是格局啊，真的确实蛮不错的啊。那你因为你是703的车主嘛，那你觉得两台车骑起来差异的地方有什么？差异的地方还是有蛮多的，感觉这两辆车虽然排量差不多，马力稍微应该差了7匹左右吧。对，但是骑行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首先不同的就是它这个675它坐姿相对来说比较战斗，它的手把会比较低，手把会比较低趴。对，但它油箱夹持感又很好，所以说骑起来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舒服，但是比较激进的那种感觉，比较激进，但也比较累，因为坐姿坐久了腰受不了。特别是咱们今天这个跑山一路下山，是对吧？是有点累的，对吧？但它就是那种夹持的战斗感很好，挺享受的，有那种速度感，就是感觉还是那样子的。然后703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休闲，因为它手把很高，但它油箱其实夹持感差不多，然后坐垫其实都差不多，软硬度差不多，后座的话也是差不多，都比较硬。OK， 那你觉得油门方面呢？就动力响应这块？油门方面，我感觉春风这个油门它前段有一个空行程然后骑起来的感受有点像4缸车的那种，前段相对来说有点软。这样的，需要把油门就是转速上去之后，可能它这个车速攀升比较快。但703就是只要但凡松点离合，一下就会窜出去。而且我自己骑下来703前段确实很猛，对吧？就咱们俩同时起步的话，你骑703我就有点追不上，这刚要追上红灯了，然后就很尴尬，是的，对吧？你觉得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还想问一个，就是当时因为这个车嘛，陶老板说做3缸也很长时间了，最后终于发布了，当时是什么契机和原因让你购买它，下这个决定？当时是每天看老陶的小作文被骗进来，被骗进来的，那拥有以后呢？因为以后还可以，还可以是吧？还可以，确实不后悔，没毛病，好骑，确实好骑。OK 的啊，我觉得还是谦虚了，对吧？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03这个应该我看表的话，应该已骑了1000公里，对吧？那么你也解限以后，你骑完以后整个的状态，你感觉怎么样？首先呢，这个车它是有个500公里的转速保护，就是固定死的是6000转速，所以当时骑起来很难受，能感受到这个车确实比较猛，但是转速一攀升上去之后，它就会强制断火，有力使不出来那种感觉。对，有力使不出来。但是呢，到500公里解限之后，我去做一次保养，再去骑的时候，完全就是两辆车，跟之前是2辆车，它的油门响应很迅速，它的油门行程也比较短，就是体感很强，就是给油的体感很强。然后这个车架很稳，手把也很稳，高速稳定性还不错。就是看来你对整个车703这段时间骑行下还是非常满意的，对吧？是的。那么675今天一天的深度体验，你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让你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675的话，整体骑行的话，它确实制动抑制的很好，这个车制动抑制很好，但是它就是因为坐姿比较战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累腰。但是有些人可能个子比较矮的话，他可能骑起来会舒服一点。但我其实很累腰，但这个车骑起来是没毛病的，对，很舒服。能不能达到满意的这种？可以 ，OK， 非常可以啊。好，那咱们今天的小问题就问到这里啊。最后非常感谢我们全球首位车主一而再再而三的为我们提供703啊这台车，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好吧？好，我们最后华世雄所有这个频道所有的掌声可以送给我们全球首位车主，谢谢大家。